水，给本龙水！哎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人族，多谢你的善念，让我恢复了一点法力。我把这控水的法力赐给你，你能再帮我找点水来吗？只要有足够的水，本龙就能赐予你更强大的法力。消失了。今天最高温度可达到40°C。什么鬼天气？这也太热了，恨不得把人烤化呀！要是有个空调屋就好了。怎么回事？我这是穿越了，还是旱灾？哎呀，这可是我最后的水了，我得省着点用啊！是谁闯入了锁龙之地？天哪，一条狗头做的龙，我还不想死！水，有水的味道。人族，给我水！水？我没有水啊！只要一口，一口就行。我快渴死了！你这么厉害，你自己去找去啊！我被这悍马之链锁在此地300年了，若能自取，何至于此啊！人族，帮我可以给你报酬。报酬？水，给本龙水！哎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人族，多谢你的善念，让我恢复了一点法力。我把这控水的法力赐给你，你能再帮我找点水来吗？只要有足够的水，本龙就能赐予你更强大的法力。消失了。给我一口喝的吧。渴死我了！哎，控水法力，这哪还有水啊？后生，逃荒过来的吧？快往前走吧，我们这柳林村快死绝了，没钱也没吃的了。老张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能不能讨碗水喝呀？水河早就断了，井干了3年了。水给我！二牛，干什么？疯了吗你？为了杯泥水要拼命吗？不怪你，是这世道，是这熬人的旱灾呀！老张，那村里连一口井都没有吗？井干了3年了。那二牛这孩子之前发疯似的挖过，就挖了一点点泥浆啊！泥浆？那也就是说，那井里其实还有水，只是很深很深。或许我的控水法术能够有效。别费力气了，这井死了。爹会死，但希望不会死。我不信这个邪。这控水法力到底该怎么用啊？只是心里想着就行吗？还是需要什么咒语？水，我需要水。这片土地更加需要水。来水啊！水！水，有水的声音，井里出水了。
水，有水了！这是什么？水来了！水终于来了！老天爷呀！不，神人呐！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们的神仙呐！活菩萨就是神仙呐！活菩萨救难的活菩萨呀！终于来了！多谢活菩萨！乡亲们，都快起来！恩公，从今天起，我二牛这条命就是您的了，您就是我的天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抓狗，我绝不撵鸡。若有违背，天打雷劈！哎，二牛，快起来！不过是一些水而已，用不着这样。大家赶紧回去拿桶，赶紧来打水啊！对，快回去拿桶！快去拿桶啊！我来，我先来，都别抢了！这个水不是让你们这样哄抢的。你们要是这样，到时候这口井立马就会干枯的，到时候一口水都喝不到。排队，所有人按照家里人口排队取水。二牛在，恩公，你负责维持现场秩序。如果有人插队或者强占的，全部赶出去。是，保证完成。都听见恩公的话了吗？排队，都排队！谁要是不守规矩，我二牛这拳头不认人啊！老丈、余娘，你们两个心细，麻烦你们给大家公平的分水。来，你先来。好。谢谢。来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谢谢，下一个，谢谢。那好，谢谢啊！既然找到了这么多水，可以搞一些运到古龙那里，说不定他会给我更厉害的法术。好了，各位，把水放在这儿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这恩公神秘秘的，是想干什么呀？不要问，谁敢质疑恩公，我跟他没完。好，来把桶放这儿吧。龙兄，水来了，这次可够。很好，很纯净，充满生机的水。人类啊，你信守承诺，让我恢复了更多力量。这片土地也因为这口井的复活，得到了一丝的缓解。龙兄，还是要多谢你赐我的法术。你不知道，这个法术可是救了1村的人呢。你我之间算是结下了缘分，本龙是不会亏待你的。被锁在这里300年，我现在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饥饿。饥饿？你不是要吃东西吗？哎，我可不好吃啊，人肉是酸的。哈哈哈！凡俗血肉与我无大用处，我乃龙属，天生亲水，渴求的是水中精华。我需要鱼，新鲜的鱼。我如今力量恢复些许，可再赐你一法，助你成事。此乃御鱼之术，是一种沟通与引导之力。凭此术，你可御动4海水族，听你调遣。此术的运用对活物效果更佳。去吧，为我寻找鱼线。饥饿正在灼烧我的灵魂。找鱼，御鱼，听起来倒是有点意思。只不过这大旱之年，我去哪儿给他找新鲜的鱼啊？恩公啊，村里没有什么好地方，这就是给你准备的住处。先委屈你住在这儿了。行，各位，多谢大家，我很喜欢。这是云娘啊，给你准备的一些衣服被褥，虽然破旧了一些，但是已经浆洗过了，你将就着用吧。啊，行，多谢你了，云娘。云娘说啊，谢谢你救了大家，让你住在这里啊，太简陋了。不简陋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云娘，多谢你。对了，老丈、二牛，跟你们打听个事儿，这附近哪里有鱼吗？或者以前剩下的鱼竿也行。鱼？恩公，你想吃鱼了？这可难办了，这河早就断流了，
那河里的泥巴都晒成石头了，别说活鱼，就是死鱼骨头也被那些恶急眼的人拿去磨粉吃了，没了，早就没了。是啊，在这方圆100里，怕是难找到一条像样的鱼了。连经验丰富的老丈都这么说，难道古龙这个吃鱼的要求就完不成了？李恩人，哎呀，村东头张老财家有啊。前年夏天，我从那儿路过，亲眼看见的。他们把那个鱼抹上了盐，然后晾成了鱼干，就挂在他家后院的那个大库房里。我敢打包票，肯定还有。张老财家是吧？行，我这就去试试。恩公，您别去，那张老财是有名的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，而且他家里的家丁啊，凶得很。总得试试，毕竟我帮大家找到了水，他也获益了。于情于理，借我几条小鱼干，应该是不会拒绝的吧？原来是李大官人呐！听说村里那口井是你弄出水来的？是的，张员外，晚辈此次前来是想跟您商量一件事。晚辈最近急需几条鱼干。鱼干没有，我们家从来就没有鱼干。哎呀，就算有，也是我珍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。这年月儿，粮食比金子都贵，难道说就因为你找到了水，那是你的运气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张员外，别跟我套近乎啊！和那帮乞丐贱民厮混在一起，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？走，赶紧走啊！再啰嗦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恩公，我就说嘛，这张老财他不是个好东西。恩公，要不要我晚上偷偷摸进去，给你偷几条出来？不用偷，那是下策，而且还会连累你。既然他不肯主动拿出来，那我就想办法让鱼主动飞出来。鱼竿也算是蕴含水族精气的东西吧？找到了，果然有不少。小小鱼竿快快复活！小小鱼竿快快复活！哎呀！我的妈呀！妖怪！老爷！什么事儿啊，大惊！老爷，库房里的鱼干都成精了，全活过来了。那鱼怎么能成精呢？哎呀，你快跟我去看看呀，老爷！快，把他们抓起来，别让他们跑哎呦，这么多活鱼呀！你看看，快看看！哎呦，这么鲜！姨娘、二娘，把这桶鱼分发给大家，让大家也尝尝鲜。恩公，您真是神人啊！这种大旱之年，你居然能搞到鲜鱼，这……二娘，把剩下的鱼全部都搬到旱坑那边去。好嘞，恩公，我这就安排。来，大伙儿翻鱼了！来，这桶给你。谢谢，够吃了。行，全部放这儿就可以了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好了，都放这吧，都走吧。放着吧。好，都放这就行了。走吧。古龙大人，如此浓郁的生命精气，小子，这么大的旱灾你都能找到这么多鱼，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
痛快！300年了，我从未如此痛快。李默，你果然是我的福星！哈哈哈哈！你的能力、机敏和守信，值得丰厚的奖赏。我如今获得这些生命精气，需要闭关3个月，仔细炼化，恢复元神。在我闭关之前，我再赐你一法，你要帮我寻找一些高品质的玉石。3个月后，我借此恢复法力。此乃神龙之眼，可助你洞察虚妄，直视本源。你用此帮我收集玉石，助我恢复法力。事成之后，我必有重谢。3个月后再见。神龙之眼洞察虚妄，直视本源，说的还挺厉害的，但问题是有什么用呢？哇，千里眼啊！哎，芸娘，是你啊！大老远我还以为谁呢。你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给我送吃的呀？芸娘，谢谢你。芸娘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芸娘，不好意思，我眼睛不舒服。对，我眼睛不舒服。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古龙大哥，你给我的神龙之眼不光光是千里眼，还是透视眼呀！哎呀，古龙大哥，这个礼物也太刺激了吧！我有这么神奇的能力，我得去镇上试试，多赚点钱，好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生存下去。就是这里了，凭我这双眼睛，多少银子赚不来？今天定要叫这如意土方成就我的第1桶金。哎，莫哥，你也想进去玩一圈？二牛，你说这如今天下大旱，这赌场怎么还开得下去？跑，哪里跑？你们娘俩上个月管我虎爷借了1担粟米，到膝盖还了吧？10两银子，1个子儿都不能少。我现在没有钱。什么？没钱？那就按规矩来，你们娘俩跟我回赌坊打工抵债，什么时候还清了，什么时候走人。莫哥，他们好可怜啊！住手！如今全天下大旱，竟然还有人在欺辱妇孺，哪来的愣头青啊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想行侠仗义？行啊，10两银子，你替他们还。这位公子，求你救救我们吧！只要您肯出手，我们母女愿为您当牛做马，报答您的大恩。这是我的家传玉佩，虽不值10两，却是一点心意，求您收下，救我们一回。古龙要寻找的正是蕴含灵气的玉石，莫非这就是机缘？二牛，不就是10两银子吗？我替他们还。就你10两银子，拿出来让我瞅瞅。我现在虽然没有，但是进去我可以赢给你。小子，你有种！一会儿进去，赢了他们走人，玉佩归你；输了留下来给我打工。什么时候还清，什么时候滚蛋！好。来，开，嘿嘿。买定离手，我要小。
我压大。哎呦，真是大呀！哎呦，真是大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哎呦，继续全压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来来！哎，大，哎，大，我压大，这回我压大，哎，大，一定是大。这次我压小。李公子，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能把你们母女全部引出来。啊，哎呦，又是什么家？哎呀，又中了，连赢3把。哎，这小子什么来路啊？这运气也太邪门了吧！好，小子，运气不错，有点本事。要不咱们再赌最后一局？不过嘛，最后一局咱们玩个大的，怎么样？我连赢3把，他们从表情上看并没有什么变化。这最后一局突然加注，肯定是想耍什么花招。但我有透视眼，他们耍什么花招都没有用。叠罗汉，古代赌术就这么卷了吗？但在我眼里啥也不是。小子，猜吧。李牧，我猜1点。1点？你小子怕不是傻了吧？3枚骰子至少也是3点啊！你呀，你怕不是跟你的手有仇吧？完了，这手是保不住了，年轻人太狂了。文公，我们不赌了，现在就走，我看谁敢拦着。二牛，既然说好了，就要赌到底。放心，我这手和这对母女都能保住。怎么，怕了？手别抖啊，还是不敢开啊？虎爷，开吗？开，怎么不开？李大官人都猜过了，哪有不开的道理？1点，我赢了！你小子出钱，给我拿下，废了他！你们要干嘛？你小子出老千，给我废了他！你别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输不起啊？给我打！鱼了！鱼！输了就耍赖，还有没有王法？看我不打死你！神仙大人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饶了我吧！按规定放了这妻女，还有100两银子。放！严氏的欠款一笔勾销，快给神仙大人取100两银子！是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莫哥，你刚才那招太厉害了，就是有点吓人。举手之劳，这报酬我收下了，你们快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永远别回来。是，我们这就回乡下投奔亲戚。公子大恩，没齿难忘，没齿难忘，没齿难忘。莫哥，咱现在有钱了。是啊，有钱了。而且，古龙大哥要的东西也找到了。恩公，这些瓶瓶罐罐、破铜烂铁有啥好看的？俺看都一样。看看无妨，说不定能淘到宝贝。
老板，这个铁疙瘩怎么卖？哦，那个呀，河边捡的，给50文拿走吧。恩公，50文买这个破铁块，咱都能买好些粮食了，这不值当。哎，我自有分寸。恩公，你买这个有什么用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小哥，这东西材质不明，非金非铁，样式也古怪，老夫眼拙，看不出出处啊。不过，似乎有些年头了。掌柜的，您不妨用小刀刮一下看看。这是运星晶石。恩公，运星晶石那是啥？听着挺厉害。虽然只是残片，但也是极好的炼器材料。公子，这东西你从何处得来？炼器？难道这个世界还能修仙？也是，都有龙了，能修仙也正常。偶然所得，掌柜的看值多少？此物罕见，老夫也不瞒你，我们多宝斋愿意出80两银子收购，如何？掌柜的既无诚意，那便算了。对，俺恩公说算了，不卖了。哎呦，公子莫急莫急，是老夫看走眼了。150两，不，200两，这是最高价了。好，成交。好，我这就跟您取银子。得嘞。恩公，你太神了！这个世界很可能有修仙者，看来得多买点玉石，帮助龙神恢复法力，获得更强大的力量。这是您的银子，您拿好。掌柜的再见。再见。走吧。二位慢走。恩公，你真是神了！50文，转眼就变成了220两。俺不是在做梦吧？那黑疙瘩到底是啥宝贝啊？那叫陨星晶石，似乎是修仙炼器用的材料。修仙？没错，这个世界很可能有修仙者，看来得多留意类似的东西，或许能帮古龙更快恢复法力，我也能获得更强大的力量来守护大家。啊！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就是一些有特殊神通的人。二牛，我们去看看别的铺子，尤其是卖玉石的地方。哎，好嘞，恩公，您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，俺今天算是开了眼了，都听您的。也不知道这些白玉够不够。古龙大哥，古龙大哥，古龙大哥！李默，我让你帮我收集的玉石，收集的怎么样了？都在这里。李默，你的努力让我恢复了不少元气，但这旱魃之炼恶毒无比，它不仅锁我身躯，更在不断侵蚀我的龙魂本源。寻常水石、鱼仙精气，只能滋养我的骸骨，却无法净化这本源之伤。我需要紫金雪莲帮我疗愈精神。此物多生于深山灵脉，1000年一开花，花瓣呈紫金之色，蕴含天地间最纯净的净化之力，且能隐匿形迹，凡人不可见。此物1000年一开花，能隐匿形迹，凡人不可见，唯有它
能抵挡我龙魂中的污秽，让我有力量对抗锁链的侵蚀。什么意思？然而，此物灵性极高，会自行隐藏，寻常方法根本无法寻觅。于是，我需再助你一臂之力。此乃万嗅诀，可嗅天地灵物之气息，配合你的神龙之眼，一嗅其踪，一辨其形，当可寻得。时间紧迫，我的龙魂撑不了太久了。等等，龙神大人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这龙神一直只给我部分力量，说不定不安好心。我可不能这么简单就帮他。龙神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这次遇到了很危险的事，差点被人打死。您让我收集仙物，可否赐我修炼之法，让我有自保之力？也罢，我便赐予你一篇龙神诀，此乃我根源之法，能助你修成大法力。紫金雪莲，龙魂本源。哦，明白了。龙魂本源受损，需要紫金雪莲来净化。那条古龙估计撑不了太久。这次的任务难度升级了，好在这次不只是只有能力，我还得了这篇修炼法术。也不知这龙神诀能让我修成什么。现在就是试试。也不知道这法术有什么用。我竟然能搬起这么大的供桌！我此次进山寻找灵药，过段时间才回来。恩公放心，深山老林我熟，我跟你去，保证把路带得明明白白。李公子，那深山老林本就危险，这大旱之年，野兽更是凶猛，你们千万小心。放心吧，芸娘，为了需要这药剂的人，也为了不辜负你们的期盼，我一定会小心，也会平安回来。过滤掉杂乱，找到紫金雪莲之气。二牛，那边有股味道很特别。味道很特别？那是什么？说不清，但很可能和紫金雪莲有关。和紫金雪莲有关？那我们过去。恩公，你跟着我，我来探路。二牛，往这边走。恩公，再往深处走，可得小心了。听说这边有熊瞎子和大虫。外乡人，滚出去！这山里最后一点活物，是我们留着吊命的。再往前一步，别怪我的弓箭不识人。你们想干啥？我们不是来抢食的！呸！鬼才信！这年月除了找吃的，们往这死山里钻。看你们这细皮嫩肉的，是不是镇上哪个大户派来搜刮皮货的？各位猎户大哥，我们绝非为抢夺食物或皮货而来，在下李默，进山是为了寻找一味救人性命的药材，还请行个方便。药材编的倒像，什么药材比命还金贵？我看你们就是探路的。兄弟们，把他们撵出去！这位大哥，你家里是否有个孩子，年纪不过7、8岁？他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真是仙人！你真是仙人了！我只是山下来找药材的普通农户，我知道你孩子得的并非普通病症，而是中了某种阴寒奇毒，如今昏迷不醒，气息奄奄。寻常郎中所开汤药，灌下去如同石沉大海，根本无效。什么？
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还知道，他中毒已深，命悬一线，若再无对症之法，恐怕撑不过3日。你难道能救我家山子？求仙人救救我家孩子！我是这片山里的猎户，只要你救我孩子，我愿意带着兄弟们奉你为主。求仙人救救石大哥的孩子，我等愿奉你为主。我一个人找紫金雪兰，得什么时候？正好让他们帮我一起找。带我去看看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山子，爹找到能救你的仙人了。恩公，求您救救我儿。他是怎么得病的？前些日子他误食了林子里的毒果，郎中来看了，直摇头，说除非找到传说中的赤血灵芝以毒攻毒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。可我们找遍了附近的山头，连影子都没见到。那你知道赤血灵芝什么样子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我该怎么寻找呢？对了，我可以根据山子体内的阴寒毒力气息，去寻找能化解的炽热生机的东西。李仙人在干什么呢？不知道，看起来神神叨叨的。你说他真会把山子的病治好？别说话，不要打扰恩公。你们还想不想治好山子？嘘，不要说话，我们要相信人。我知道哪里有，跟我来。被阴寒气重，少有生灵打扰。应该就在这里面。进去看看。找到了，真的有。李仙人，你快看看这是不是赤血灵芝？颜色赤红，味道新鲜，这就是赤血灵芝，山子有救了，山子有救了！恩人，既然找到，我们尽快赶回家中，给山子治病。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。仙人放心，只要能救回我家孩子，我和兄弟们一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娘，爹，山子，山子，你醒了。多谢仙人救我孩儿性命。石大哥，快请起。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恩公。仙人，以后我便是您的仆人了。我石猛这条命，就是恩公您的。但有所命，纵是刀山火海，绝无二话。刀山火海，绝无二话。不必如此多礼，实不相瞒，我此次过来，乃是为了紫金雪莲。你们常年在山中行走，可曾听说过？恩公要找紫金雪莲，那可是传说中的灵物。石大哥，请讲，任何线索都至关重要。听传说，那是在北面脚下有一个月亮湖，雪莲就长在湖心，受月华滋养，凡人看不见摸不着。而且，传说那湖里有凶兽寒水蛟守护，极其危险。寒水蛟，听着就瘆人。恩公，既然知道他在月亮湖，知道有寒水蛟守护，
总比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找强得多。恩公，您对我儿有再造之恩。这月亮湖地势险恶，更有凶兽盘踞，我石猛熟悉山路，愿闻恩公引路，一同前往。这2个兄弟也都是好手，多个人力。好，有石大哥和诸位兄弟相助，此行把握更大，我们一同前往。好。照顾好山子，我帮仙人找到紫金雪莲就回来。你快回来。看到了，雪莲就在湖心岛上，但下面那家伙个头不小。大家小心，水下有东西，是那寒水蛟。恩公，现在咋办？恩公，需有人引开那畜生。我剑术尚可与二牛兄弟分居2侧，远程袭扰，分散其注意。好，就依石大哥。二牛，你弄出大动静。石大哥，你们用弓箭精准射击，激怒他。这次我给他加点料。加料？我可是会御鱼之术的。你们吸引他注意，我驱使鱼群协助，双管齐下。一旦他被引开，我便取莲。嘿，厂长，丑八怪！看你爷爷们在此，快来受死！水中生灵，听我号令，扰其心神，乱其视听。何方蝼蚁，胆敢扰我青吗？我的亲娘啊，这玩意儿也忒大了！石猛兄弟，快跑啊！别回头，交替掩护后撤，把他引到浅滩，限制他的行动。二牛，别愣着，快走！来啊，大家伙，这边来！灵性之物，受我指引，托举雪莲，送至我的手中。好，快看，李仙人得手了！嘿嘿，还得是俺莫哥。多谢各位愚兄。好，狡诈的人类竟敢窃取圣莲！恩公小心！聂娇，你看清楚了，此乃至境圣物，更有真龙之力，你敢玷污？龙神之力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究竟是何人？此物与我有缘，今日取走，乃天命所归。念你守护不易，我不伤你性命，退下吧。恩公，你太神了！刚才那大虫居然真的被你吓跑了。恩公神通广大，石猛今日算是彻底服了。方才情势危急，我等竟无力援手，实在惭愧。诸位兄弟已尽力牵制，功不可没。我们先离开这是非之地。也不知道这雪莲给了那条龙以后，那条龙会给我什么？别一口把我吃了！这雪莲既然对那条龙有用，肯定对我也有用。我只给他一半，剩下的自己修炼。龙爪，龙神诀进阶了，果然这雪莲有用。
剩下的给那条龙就够了。这雪莲的价值似乎已经发挥到极致了，继续用它修炼也没什么用，就给那条龙送去吧。不过修炼了这么久，有点困了，等睡醒了再给他。李默，你找到雪莲了没有？找到了。想不到这条龙竟然能进入我的梦中，看来他的法力越来越强了。紫金雪莲，纯净的净化之力，快给我！好，太好了，李默，我的龙魂本源已彻底净化，这旱魃之炼的力量已被我压制大半。只可惜，这紫金雪莲似乎不完整，否则说不定我能完全压制这锁链。龙神大人，紫金雪莲之所以不完整，是因为有一条守护它的蛟龙差点就把我吃了。你还是赐予我一些更厉害的法术吧，我才能给你再找天才地宝。也罢，光靠这紫金雪莲也无法让我真正脱困。你帮我寻找紫金雪莲有功，我便再赐予你一道法力。要彻底挣脱这枷锁，必须要击碎锁链核心的树龙符印。此符印至阴至邪，是旱魃本源之力所化，坚不可摧，寻常神器触之即毁。我能感应到，唯一能克制并击碎此符印的，是一柄蕴含纯阳破邪之力的古剑——朝阳剑碎片。它就藏在村中，去寻找吧，李默。找到它，带来给我，我便能真正自由。龙哥，你再赐我点别的宝贝呗。我刚不是给了你信仰之力了吗？那是寻找紫金雪莲的报酬，不是寻找朝阳剑碎片的报酬。那你还想要什么？你上次能进入我的梦中那个，我要那个入梦之法。看在你帮我的份上，我赐给你入梦之法，但你要谨记，此法不可乱用。我一定全力寻找。一切拜托了。左带走，别再动了！别急，别急，还有队，还有队，别急，我要喝水！别急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吃水？就是水井是大家的，又不是你们一个村的，我们要吃水！我们要吃水！我们的水，这是我们家几天的口粮啊！我们的水，口粮，老子3天滴水未进了。你们柳林村有水井，凭什么我们就得渴死啊？你们这些流民，这是我们村的水井，我看谁敢取水！别冲动，情况不对。你看那几个流民，他们不只是为水而来。恩公，要不要我带几个人把他们抓了再说？不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或许这是个很好的机会。就是柳林村的人想独吞水源，不给我们活路，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我们拼了！他们不给我们留活路，我们就抢！抢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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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住手！柳林村的水井是上天恩赐，我李默得此缘法，绝不会坐视任何一人渴死在我面前。说得好听，那为什么不让打水？就是我们要吃水，我们要吃水！想喝水可以，
想活命也行。但从今日起，入我柳林村，守我规矩，奉我为尊。你们的感念，你们的信仰，将成为你们换取生存资源的凭证。若有异心或敢违背我的号令，下场便如此类。人越多，信念越杂，但这股庞大的信仰之力，若能为我所用，何愁法力不精进？庇护他们，便是供养我自身，这是一笔再划算不过的买卖。若无规矩，一拥而上，井台塌陷，水源污染，所有人都将无水可喝。此前的规矩依旧，但需要细化，以便安顿大家。二牛，增派人手维持秩序，将这些人带下去另行看管。是。老丈，劳烦您和芸娘立刻清点所有流民，按户登记造册。我要知道，今后有多少人的信念归我统辖。仙人，初步清点，外来流民已逾300，远超本村人口。井水水位下降极快，照此速度，恐难支撑10日，粮食更是大问题。是啊，存粮见底。就是啊，这么多人吃什么？香火院里真实不虚，每多一人诚心念我名字，我体内法力就会浑厚一分。水和粮是枷锁，也是驱使他们奉献信仰的鞭子。水，我会再想办法；粮食，容我思量。当下首要是让这数百人彻底明白，在这里，谁能掌控他们的命运？是，恩公。恩公，不好了！张老财家带着家丁拉了几大车空水桶，说要打水。什么？来得正好，正缺一个立威的靶子，让新来的人都看清楚。李默，村里来了这么多外人，水怕是金贵了。我张家上下也要活命，就不跟你们排队了。这些桶装满，我们立刻就走。凭什么？我们排了半天了。李默，你是聪明人，行个方便，大家都好看。张员外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想喝水去后面排队。给脸不要脸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打水，看谁敢拦！给我抢！冥顽不灵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张员外，现在这水你还抢吗？不抢了！神仙爷爷，李默爷爷，小的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饶命啊！带着你的人滚！再敢靠近水井，定要你命！是，滚！马上滚！恩威并施，果然是御下之道。这信仰之力，果然更精纯了。彪哥，咱们就这么干等着？兄弟们都旱死了。我看那几个小娘子不错，尤其是那个不会说话的。闭嘴！没出息的东西！他是上面汉，你是下面汉，快饿死了还在想女人！彪哥，水和粮食都捏在那李默手里，我们要这样一直等着吗？等，再等下去，屎都吃不上热乎的。那李默不死，咱们永无出头之日。彪哥，您的意思是，明天排队取水时就是机会，都给我把家伙准备好，听我号令，一起动手。目标就是李默和他身边那个二牛，只要他俩一死，树倒猢狲散，水井就是我们的。彪哥，那李默好像有点邪门。屁的邪门，不过是装神弄鬼。咱们4把刀子趁乱捅过去，神仙也得死。占了水井，有了水，还怕控制不了这群绵羊？对，听彪哥的，干了这一票。还得是彪哥，有彪哥的绝技，咱兄弟饿不着。上下都饿不着，彪哥威武。小点声，让人听到，还饿不着，饿不死你们。
他们说，就是们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立了大功，快回家吧，不要声张。二牛，跟我走。他们竟敢蓄意行凶，后生必须立刻将他们抓起来。正愁没有合适的机会立威，他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二牛，明天加派人手在井边维持秩序，但不必打草惊蛇。他们既想演戏，我们便陪他们演到底。只要他们有动作，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自寻死路。仙人放心，俺一定护好您。这帮杂碎，一个都别想跑！动手，宰了他们！冥顽不灵，自取灭亡。仙人还会隔空擒拿，这也太厉害！那是我莫哥法力超群，制服这些小喽啰太简单了。在我的地方，用这种下作手段，还想伤我性命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？这几个人心怀叵测，意图作乱，死有余辜。都看清了，这便是叛逆者的下场。我李默能赐你们生机，便能收回。顺我者得水粮，得庇护；逆我者如同此料。我知道有人怕水尽粮绝，但我李默在此承诺，水我会尽力维系，粮食我来想办法。只要你们恪守我的规矩，奉献你们的忠诚，柳林村便有你们一条活路。从今日起，留村者都要登记造册，按规矩分配饮水，同时组建垦荒队、狩猎队、编织队，以工代赈。只要出力，额外分配粮食，我们要靠自己挣出活路。好，仙人说得好，我们就按照仙人的安排来。大家都听到了吗？仙人英明，李默，仙人英明。张员外，那李默小子如今在柳溪村可是土皇帝了，不仅坏了我的好事儿，现在更是一呼百应。此子不除，柳林村再无我张家立锥之地。他那些装神弄鬼的手段，骗得了那些渔民，骗不了我。我得到消息，他在打听什么古剑碎片，似乎是什么宝贝。哦，宝贝儿，哼，就算他真找到，也得有命用。虎爷，我有一计。喂，你们发现没？李仙人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！咋了？你听到啥了？我婆娘听来的，说仙人这些天老往村斗边那片荒山野岭跑，一待就是半天，神神叨叨的，跟丢了魂似的。可不是嘛！我表舅的连将昨晚守夜，亲眼看见恩公带着哑巴姑娘，大半夜在那边摸摸索索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找东西？这节骨眼上不想法子求雨弄水，找啥东西比咱们这么多人的命还重要？别瞎说，仙人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当初要不是他，井水能出来吗？井水？嘿，你说那井水啊，当初是出来了，可现在呢，一天比一天少。当初是不是运气好碰巧了都难说哟。就是嘴上说着要求雨，这都多少天了，一滴雨点子都没见着，竟让咱们在这儿出苦力开荒。这地硬的跟铁似的，种得出个鸟。别是打着幌子，等找到什么值钱的宝贝，就自己揣着跑路了。到时候咱们这些人还不是得渴死饿死在这儿？不能吧，仙人不是那样的人。兄弟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这年头啥事儿不可能。他一个外乡人，凭啥对咱们这么好？我看呐，悬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到时候他把我们丢在这里，岂不是又要乱了？我们都是外来户，最早受影响的肯定是我们。我们要提前想办法才对呀！对，我们要提前想好对策。你们听说没？李仙人最近有点不对劲儿。听说他老往北山的荒山野岭跑，一待就是半天。听说在找什么宝贝，到时候找到了他肯定就跑了，
留我们傻呵呵在这里干苦力。王八羔子，你在这放什么狗臭屁？敢编排仙人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老子今天非打得你满地找牙，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！哎呦，打人了！柳灵村的人要杀人灭口啊！我没说错吧？他们就是心里有鬼。二牛，住手！暴力堵不住流言，只会让亲者痛，仇者快。仙人，这混账东西胡说八道，说你找宝贝想自己跑路，这谁能忍？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堵不住大家的嘴，我们只能继续做好我们该做的事，一切照旧，让事实说话，比我们挥10000次拳头都有力。我知道大家心里慌，怕水尽粮绝，我李默再说一次，我与大家同生共死，寻找解决旱灾的办法，我一刻也没停，请大家再信我一次。寻找碎片之事，必须秘密进行，要先稳住大局。仙人，这都找了几天了，连个像铁片的东西都没见着。龙王爷说的那宝贝，真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？古龙感应到的位置大致在此，应该不会错。仔细些，或许其貌不扬。小心！这是芸娘，你这坠子是？难道这坠子本身就是碎片的一角，或者它与碎片同源，所以能相互感应？芸娘，快带我去河边，说不定真正的碎片还在河边。恩公，这河都快成土沟了，就算以前真有什么被掉河里，这会儿也早该露出来了吧？这都找遍了，连个像样的铁锈都没见着。恩公，你看这儿，除了烂泥还是烂泥，会不会是年头太久，那宝贝早就被冲走了，或者被哪个眼尖的捡走了？没有异常气息，看来我们的方向可能错了。龙王爷只说在村里，也没说就在这河边啊。咱们是不是该换个地方想想？芸娘，你再仔细想想，你爷爷还说过啥没有？或者他平时喜欢把捡来的稀奇东西放哪儿？二牛说的对，我们可能局限于此了。这坠子是引子，但碎片未必还在原地。先回去，我们再仔细问问老丈，然后从长计议。恩公，快跟我回去，村里人得病了。狗蛋儿，你醒醒啊！狗蛋儿，你醒醒啊！狗蛋儿，你醒醒啊！刚有了水又要烧人了吧？造孽呀！我们柳林村几十年，何曾遭过这等横祸？自从某些来历不明的人来了，先是弄出水瘟，现在又招来瘟疫，分明是冲撞地脉，惹来了灾星。对，李默就是灾星，必须把他赶走！赶走灾星！赶走灾星！灾星！喊什么呢，王八羔子！没有仙人早就被渴死了！忘恩负义的家伙！没错，我就是灾星。没错，我就是灾星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在这里，我李默就是规矩，我说了算。信我者，我罩他；骂我者，我让他消失。你们管这叫瘟疫，在我眼里就是不入流的邪气，随手就能解决。看看，你们看看，李默这是在帮我们吗？他就是暴君。张员外，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，散播谣言，真当我李默不敢杀你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大家都看看，他李默李逵就要杀人灭口了。哦，过来。饶命，仙人！乱我人心，其罪一；趁灾作乱，其罪二；妨我清誉，其罪三。三罪并罚，当诛！都看清了，顺我者生，
逆我者亡。再有妖言惑众、心怀不轨者，犹如此料。仙人饶命！都是长老才指使的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现在还有人觉得我是灾星，要赶我走吗？仙人息怒，我等愿誓死追随仙人，绝无二心。誓死追随仙人！都起来吧。眼下当务之急是驱除邪气，救治病患。二牛，按我之前吩咐，立刻执行。是，仙人。如此浓郁的信仰之力，这邪气危机，或许正是我修炼的又一契机。龙兄，村里邪气弥漫，村民病倒，这绝非寻常的瘟疫。我已感知，此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确切地说，是妖祸。我恢复力量，气息外泄，引来了地底深处的汲取晦气而生的尸鬼。它藏于附近山洞，散发尸毒，化作疫病。我被锁链禁锢，无法亲身前往铲除。在何处？我来解决它。东南方3里，枯藤掩映的山洞，小心！尸鬼虽无灵智，但力大无穷，尸毒猛烈。其核心有一团阴煞精华，对你而言，乃是淬炼法力的大补之物。孽障，果然是你为祸乡里。送上门的肥肉啊，正好饿极了。小小妖魔，口气倒不小。给我焚！是信仰之火，古龙给你的吗？废话真多，焚！这阴煞精华经过龙力与信仰之力净化，竟如此纯粹，我的法力正在暴涨。病源已经被我除掉了。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狗蛋醒了！多谢仙人，多谢仙人！邪缘虽除，为防万一，患病者仍需隔离观察3日。二牛，组织人手，按我之前所说，撒石灰，戴口布，隔离管理。是，仙人。都听见仙人的话了吗？仙人神通广大，救了咱们所有人。以后谁再敢有二心，我二牛第一个不答应！感谢仙人救命！感谢仙人救命！仙人救命！尸鬼之祸虽然危险，却让我法力大进，信仰也稳固。古龙大哥恢复引来的麻烦，或许也是我快速成长的机遇。终于解决了这场危机，接下来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找到照阳剑碎片了。古龙还在等待真正的自由，以及彻底终结旱灾的希望，或许就在其中。是这里，这股气息，源头竟然在这里。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。开！找到了，真的是他！朝阳剑碎片，竟然一直被当作垫脚石。大巧若拙，神物自会。若非云娘你的坠子引导，谁能想到这救世的关键竟在你们家厨房垫了这么多年的灶台？虽然我可以轻易杀死他们，但人心难测。再说也不能都杀了，我必须想个万全之策，既拿到了碎片，又能堵住众人之口。云娘，这个石块是从根源解决旱灾的办法。
但是人心难测，我也不能总用暴力让人臣服。我有一法可以堵住众人之口，需要你们配合。乡亲们，静一静。乡亲们，昨夜我夜观天象，感应到村西乱石堆之处有异物盘踞，阻塞地脉，不仅影响我村水源灵气，更可能是近日石异横生的根源之一。乱石堆，那不是块废地吗？还能影响水源和生病？李仙人这么说，肯定有道理。之前找水不也是？此事关乎我柳林村福祉，更关乎能否彻底沟通天地，祈求甘霖。所以，我决定今夜在乱石堆开坛做法，取出堵塞地脉之物。届时需众人诚心见证，信念合一，方可成功。安心，仙人，仙人说怎么做，俺二牛和护水队的弟兄们第一个支持。乡亲们，李默后生屡次救我等于危难，此次也定不会错。老朽恳请大家再信他一次。我们都听你的。天清地灵赐我神明，破妄显真义务现行，急急如律令。快看，香火，神仙显灵了！地脉开，灵物现。这是真有东西，是块普通石头吧？你懂什么？仙人说是灵物，那肯定就是。看，此物便是堵塞我村地脉，影响水源的根源。这是一件上古遗留下来碎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件上古遗留下来的神物碎片，待我以神力将其净化，必可助我更好的沟通上天，祈求甘霖。恩公神通，多谢恩公为民除害。龙兄，没错，正是他，纯正无比的朝阳剑碎片。至阳至刚破邪诛魔，太好了！李默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龙兄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3日之后便是月圆之夜，届时天地间阴气将达到鼎盛，对至阳至刚的树龙符印力量有一定的压制效果。那是我们最好的，也可能是唯一的机会。你需要做的，便是在月圆之夜，阴气最盛的那一刻，手持此碎片，将你体内的力量，无论是控水之力，还是我赐予你的本源龙力，毫无保留地注入其中。好，然后引导碎片化作至阳剑罡，斩向所炼的核心树龙符印。这个没问题，我现在满身都是力量。记住，机会只有一次，符印破碎的瞬间，旱魃之力必会疯狂反扑，凶险万分。你当真想好了，要为我冒此奇险？
龙兄，这话就见外了。这不仅是为了你脱困，更是为了芸娘，为了二牛，为了老丈，为了柳林村所有信任我的人，也为了这千千万万在旱灾中苦苦挣扎的百姓。这旱灾是时候该彻底结束了。这是要干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一会儿看看。乡亲们，静一静。这些日子，承蒙大家信任，我们一同抗过了瘟疫，清除了村中毒瘤，但我们头顶这片天依旧赤日炎炎，我们脚下的土地依旧渴望甘霖。此物乃是上古神物朝阳剑的碎片，我已与守护此地的龙神沟通，得知唯有借助此物之力，结合龙神神通，方有可能打破旱地枷锁，真正为这片土地求来生机。龙神，仙人真的能沟通龙神！哎呀，这黑乎乎的石块，真有那么大神力？然而，此法非同小可，需引动天地之力，凶险万分。时机就在3日之后的月圆之夜。月圆之夜要做法求雨了吗？不错，届时我将在村西旱坑之处开坛做法，引动朝阳剑碎片之力，助龙神脱困，祈求甘霖。仙人，不是老小不信你，只是那神龙被锁了数百年，心中怨气已深，一旦脱困，他若狂性大犯，不受控制，我等凡人如何抵挡？是啊，传说里龙能翻江倒海，万一他不听仙人您的，咱们村子岂不是遭殃了？仙人，您有把握能让神龙听您的吗？没有其他更稳妥的办法了吗？乡亲们的担忧合情合理，我李默在此可以向大家保证2点：第一，此朝阳剑碎片不仅是破绰枷锁的钥匙，其本身对龙神亦有莫大的震慑与约束之力，乃是一切阴邪龙属的克星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在解开枷锁之前，我必会与龙神订立契约。他需以龙魂起誓，脱困之后需臣服于我，听我号令，世代守护柳林村及周边生灵，只能行云布雨，造福一方，绝不可为祸。若他不答应，我宁可不解此枷锁，另寻他法求雨，也绝不放任可能危及大家安危的存在出世。龙神，他肯答应吗？他被旱铡之恋折磨300年，渴求自由之心远超你我想象。为了真正的自由，而非堕入为祸的魔道，我相信他会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况且他很清楚，违背誓言的后果，他承受不起。俺信仙人，仙人说能控制，那就一定能控制。仙人思虑周全，老朽佩服。如此一来，我等便可安心了。俺也信仙人，仙人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们相信仙人，我们相信仙人。开坛做法需耗尽我心力，更需绝对安静。任何外界的惊扰都可能导致功亏一篑，甚至引来反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我在此立下严令：3日后的夜晚，月上中天之时，请全村所有人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务必留在家中，紧闭门户，熄灭灯火，不得外出，不得窥探，不得发出任何大的声响，直至次日天明。二牛，石猛，在仙人。由你2人率领所有护水队及狩猎队轻壮。自当日日落起，村子外围，尤其是通往村西旱坑的所有路径设卡警戒，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靠近旱坑方向10里之内。若有强闯者，可视情况动用一切必要手段阻拦，生死勿论。仙人放心，谁敢靠近，俺二牛第一个拧下他的脑袋。仙人，我等必誓死守护，绝不让任何人惊扰法事。老丈、芸娘，村内秩序，尤其是妇孺老幼的安抚，就拜托你们了。
务必确保每家每户都清楚此令，并严格遵守。李默后生，仙人，你放心，老头子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绝不让村里出半点乱子。乡亲们，此举关乎我们的生死，关乎这片土地未来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李默恳请大家助我，更是助你们自己，让我们众志成城，博一个朗朗乾坤，甘霖普降。祝仙人博一个朗朗乾坤，甘霖普降。我们听仙人的，谁也不准出门。祝仙人博一个朗朗乾坤。全部回家，把门关紧，谁也不能出来。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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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！来啊！你们回家把大门关紧，都不准出来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现在就回家。李默，时候将至，记住，将你所有的力量毫无保留对准那符印核心，汉拔之力反噬，绝非儿戏。明白。就是现在！李默，时辰将至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动手！龙兄，助你脱困是我承诺之事，我必做到。但在动手之前，有一事需你应允。何事？快说！你脱困之后，我需要你以轮魂本源起誓，臣服于我，听我号令，从此守护柳林村及周边生灵，行云不语，造福一方，不可妄动杀孽，不可为祸世间。你可愿意？蝼蚁，你敢让本龙臣服？本龙纵横天地之时，你的先祖尚未出世，我看你活腻了。龙兄，你莫忘了，是谁被锁在此地300年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？你莫忘了，是谁赐你清水鲜鱼，助你恢复力量？你更莫忘了，若无此碎片，你还要被锁到何年何月？或许直至魂飞魄散。我并非要奴役你，而是要一份承诺，一份保障。为了信任我的村民，也为了这片土地不再受磨难，臣服于我，听我号令，你可得真正自由，可得正神之位，受百姓香火供奉，总好过在此地沦为枯骨。如何抉择，在你一念之间。好，我应了你，以无之龙魂本源起誓，脱困之后，愿臣服于李默，听其号令，世代守护柳林村及周边生灵，行善积德，绝不为祸。若为此事，龙魂崩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龙兄，既立誓约，我李默亦在此承诺，必视你为并肩战友，绝不负你。现在，我们开始吧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不是好欺负的，这是我全部的力量了。朝阳正气，煌煌天威，破邪诛魔，斩！走了。好，李默，坚持住！这就是至阳之物的威力吗？终于下雨了。李默，多谢，
旱魃之炼已破，此地旱灾根源已除。然我龙魂受损过剧，需立刻陷入沉眠，不知岁月几何方能苏醒。朝阳界碎片你收好，他已认可你，我另有缘法。这片土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望你善加引导。你我之约烙印于魂，待我归来之日，便是履行臣服契约，并肩守护此界之时。珍重。芸娘，大家这段时间都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乔见没？俺就说嘛，恩公和芸娘妹子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仙人仁德，芸娘贤淑，确是良配。柳林村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旱灾结束了，古龙沉眠了，柳林村也走上了正轨，但我的旅程似乎才刚刚开始。